F135作为目前世界上推力最大的战机发动机，号称 F35的闪电之星，是可垂直起降的动力之王。那闪电之星究竟有多强呢？别看 F35如今在中国这样航空工业实力突飞猛进的国家中不算什么，毕竟其只是单发轻型第5代隐身战斗机，和歼20这样重型双发第5代隐身战斗机在实力上根本没法比。而且中国揭幕在即的第2款隐身战机歼35也同样采用的是双发，所以别说拿歼20来碾压了，就算是作为第2主力的歼35也能够凭借双方的先天优势，在加速和推重比以及因此带来的载弹量航程上压死 F35一头，并且凭借着后发优势，在航电、飞控以及自动化上也会明显优于 F35。而有一点 F35上的发动机技术却不可否认的完胜中国。虽然中国很努力的在研发涡扇15、涡扇19等大推力发动机，并将分别全面应用在歼20和歼35上，但是毕竟咱们在动力上的优势是靠双发堆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歼35和 F35一样采用单发，那么至少在动力上的优势将不复存在。要知道 F35 采用的 F135发动机就不仅能够产生超过180千牛的推力，推重比也直接达到10以上，而且能够通过采用向下弯折的3轴成旋转喷管，配合升力风扇实现短距起降和垂直起降。就这技术必然是目前世界独一份的，甚至领先世界20年。当然 F135 发动机也不是突然就横空出世的，它是在 F22战斗机所采用的 F119发动机基础上改进研制而来，利用了 F119的核心技术和结构，但同时也增加了涵道比，提高了推力，并且耐高温材料的使用上也有所升级。虽然 F119其实已经算是美国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巅峰之作了，但 F135作为其延伸型号明显更加先进。同时，由于 F35顶着联合攻击战斗机的名头，所以为了适应不同作战场景下的运用，先后设计出了传统起降的 F35A 型、短距和垂直起降的 F35B 型，以及舰载版的 F35C 型。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 F35A 采用的是基础的 F135PW100型，而 F35C 采用的是 PW200型。不仅进行了相应的升级，而且为了适应在航母上起降所需要面对的海洋环境，在材料的选择上采用了耐腐蚀的材料。至于应用在 F35B 上可进行垂直起降的 PW600型，在推力上则更加强劲。非加力的情况下，短距起降就随随便便能够提供169千牛推力，垂直起降则可以实现超过175千牛的直接升力，飞行状态下最高可实现191千牛的加力推力。因此，其也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目前最大推力的战斗发动机，可以说是全球最强涡扇发动机，也丝毫不为过。而 F35的代号是闪电 ，F135发动机就是名副其实的闪电之星。虽然 F35因为载弹量和作战半径等问题一直被诟病，但是飞机本身从设计之初存在的一些缺陷，并不能掩盖子系统发动机的耀眼光芒。毕竟 F35是想在实用和经济上找到平衡，制造出一款能够实现多用途、达到最广泛装备的战斗机。而 F135又恰好能在大推力和可靠性、低油耗、长寿命以及经济性等多方面尽可能的接近最优选择。所以想要追赶美国发动机，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